中美在脱钩的路上越走越远，那些投资中国的企业正在告别中国市场，美国农户不再指望中国买家，中国出口美国的商品大幅减少 33%， 应该在9月底圣诞购物季前出现的海运高峰也没有出现，海上运输显得比往年冷清了许多。下周一，中共将公布关键经济数据，彭博调查预测，中国将再次经历经济疲软的一个月。由于通缩加剧，信贷需求疲软，8月份新增贷款仍低于预期。经济加速萎缩，中共还在加紧扩张海上军事力量。共军海军12号声称，第3艘航母福建号穿越台湾海峡，驶向南海。中共制造军舰好像下饺子，释放了海洋威胁的信号。观众朋友好，这里是大时局，我是邵峰。华尔街日报9月12号报道，如今中共已经把大豆看成是拿捏川普的有力武器了。他们知道秋天是美国大豆的收获季节，再过几周，美国农户就将开始收割数千万吨大豆。川普总统要求中共把大豆采购量增加到原来的4倍。川普上个月在真相社交上表示，北京方面担心其大豆短缺。中共海关数据显示，2025年前8个月，大豆进口总计7331万吨，同比增长 4%。8月份进口量较7月份增长 5.2%， 升至历史最高水平。中国过去一直是美国大豆最大的买家，但今年习近平铁了心杠上川普，没有向美国下过任何订单。美国大豆出口协会首席执行官吉姆·萨特说，去年这个时候，美国大豆种植户已经接到来自中国买家的大量采购订单。中国买家把订单转向哪里去了？转向了巴西。中国企业还加大了对巴西的基础设施投资，他们在港口、铁路和统仓方面投入巨资，用于从巴西运输农作物。去年，巴西大豆在中国大豆进口量中占比 70%， 是15年前的2倍。中共国有农业巨头中粮集团正耗资 2.85 亿美元，在巴西圣保罗郊外建设一个出口码头，是中国以外全球最大的码头之一。这是一个专门用于大豆和玉米出口的大型港口码头。今年7月，中粮宣布采购近1000节铁路货运车厢，用于将农作物从巴西乡村运往港口。中共海关数据显示，今年1至7月，中国还同比增加了阿根廷大豆的进口量，从乌拉圭的进口量增加了2倍。中共党魁习近平一直担心粮食安全问题，他经常说，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手上，还说，我们这一代人或多或少都有吃不饱、饿肚子的记忆。所谓饭碗端在自己手上，就是希望粮食能达到自给自足，不依赖进口。不然，如果口粮依赖进口，就会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中国人口10几亿之多，日常消费的肉类和植物油都依赖进口。中共一直强调耕地红线，但中国的可耕地面积逐年缩小。中共多年来挂在口头上的大幅提高国内大豆产量，没看见任何效果。为了减少美国大豆进口，中共还要求养猪户减少猪饲料中的大豆用量。全球最大的养猪企业之一牧原集团表示，新的营养技术使该公司在2024年将豆粕在猪饲料总量中的占比降至 7% 左右，而行业标准约为 10% 至 17%。该公司去年销售了超过7000万头猪。牧原集团在行业内分享了饲料配方，称这让猪饲料中的大豆用量普遍减少。美国大豆种植户也不再期望中国像过去那样大量购买大豆。在艾奥瓦州中北部拥有近1000英亩土地的玉米和大豆种植户安迪希尔说，除非出现奇迹，否则我不会指望中国买我们的大豆。美国农户已经断了中国人买大豆的念想，那些在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家也开始后悔当初的决定。
美国驻上海商会最新报告显示，只有41%的美国企业对中国未来5年持正面看法，只有12%将中国列为首要投资地，将近半数美国企业已在过去1年内将原本预定投资中国的资金转移至东南亚、南亚或回到美国本土。2025年预期在中国市场收入成长的企业比例也跌至历史新低的 45%。 商会主席雷蒙认为，中美关系的恶化是影响企业信心的主要因素。美国企业在中国能干什么？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严峻现实。14%的企业表示，中国的外商经营环境正在恶化，在科技领域，这一比例更是高达 31%。美国企业正加快告别中国市场。2017年，从中国转移出去的企业只有个位数，如今已有 47% 的企业将资金撤出中国。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前景正在使制造业回流美国，东南亚国家崛起，而中国经济步履维艰，消费疲弱，不适于企业发展。根据美联社调查， IBM、英伟达、英特尔等公司过去20年参与过中共的监控基础建设，像精盾工程、脸部识别与 AI 加速器技术都是一种助纣为虐的行为，成为中共在新疆与西藏等地的监控和维稳的工具，引发道德与法律争议。在美国企业撤离中国的同时，中国对美出口在今年8月骤减 33.1%， 这使得原本9月底圣诞购物季前出现的海运高峰也没有出现。根据 Visium 的数据，美国从中国大陆进口的货品已连续3周呈现年减 27% 的推势。CNBC 报道，通常每年这个时候直到10月是中国大陆生产的许多假期季节商品输入美国的旺季，但今年情况完全不同。随着中国大陆出口到美国的货品持续减少，其他整体输往美国的货运贸易也几乎陷入停滞。海运订舱业者红安船务统计，10月已宣布取消的船班已经达到35班，由台湾长荣海运、法国达飞、中国大陆中远海运等公司组成的海运联盟 ONE 也已在9月第1周暂停中国大陆多个港口至加州长堤港与奥克兰港的航线，航班减少导致货柜空间减少，推升海运价格。9月15日起，每个40尺货柜将加收$1000的运价调整费。罗宾逊全球物流北美海陆运输副总裁哈夫曼说，通常海运旺季从7月持续到10月，这是假期商品出货的高峰期，但今年7月就触顶了。川普关税战打得中共狼狈不堪，对美国的出口锐减。2025年过去了将近2/3，中国经济又该算算账了。下周一，中共将公布关键经济数据。彭博社9月12号报道，8月份中国经济可能再次经历疲软的1个月，工业产出和投资的放缓抵消了零售额的略微改善，这增加了中共今年 5% 经济增长目标的实现难度。法国兴业银行大中华区经济学家林子琼表示，目前第3季度 GDP 增速略低于 5%， 进入冬季，增加刺激措施的压力可能只会更加明显。尽管采取了提振零售额的措施，私人消费仍然疲软，房地产市场持续萎缩，削弱了整体需求。到目前为止，8月的数据好坏参半，一项衡量工厂活动的指标仍处于收缩状态，而另一项指标则恢复扩张，不过只是略微扩张。彭博经济学家舒畅和屈天石在一份报告中写道，彭博经济的高频指数和早期指标显示，中国8月份经济活动可能出现下滑，需求和供应均出现疲软，出口和建筑业放缓阻碍了生产。房地产市场持续低迷，8月份前100家最大开发商的房屋销售额较去年同期下降近 18%， 此前7月份为下降 24%。 8月份中国银行机构新增贷款情况仍低于预期，
显示信贷需求持续疲软。中共央行9月12号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份新增人民币贷款为人民币5900亿元，低于《华尔街日报》调查的经济学家先前预期中的人民币8000亿元。中国经济萎靡不振，中共却加快了军事扩张的步子。中共海军12号表示，福建号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前往南海展开科研试验和训练任务。海军发言人冷国伟称，福建号此次训练为航母建造过程中的正常安排，不针对任何目标。中华民国一位高层安全官员透露，福建号的航行目的很可能是前往南海，为正式服役典礼做准备。中共官媒央视旗下社群账号玉渊谈天12号也引述中共海军研究院专家李健分析，认为福建号此次航行是正式服役前的最后一阶段海试。福建号是中共第3艘航空母舰，2022年首次公开亮相，去年海试但尚未正式服役。值得注意的是，福建号此次穿越台湾海峡，正值美国及日本举行大规模联合军演坚毅之龙之际。该场军演首度使用射程打击能力可涉及中国境内的提风飞弹系统。这场演习预计持续至9月25日。日本防卫省11号晚间表示，福建号已进入东海，正向西南方向驶向台湾，并有2艘共军飞弹驱逐舰随行。法新社援引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拉惹勒南国际研究院海军武器专家科林科指出，中共航母通过台湾海峡并不罕见，但福建号的出现似乎更具象征意义，旨在向世界展示中共作为军事乃至海上强国的崛起。德国海军装备专家亚历克斯·卢克则认为，现在仍难断言此次福建号的南海航行是最后测试还是服役前准备。他说，2种可能性都存在，还需观察其后续。中华战略学会资深研究员张静分析，目前福建号海侧返港均已裸舰现身，未见到舰载机进驻停放于飞行甲板，同时连舷号也还没漆上，其实就可以理解距离福建号真正成军入列，目前还言之过早。习近平近期在上合峰会上提出全球治理倡议，意图联合南方国家与美国争夺世界霸主地位。扩张海上军事力量是中共特别关注的目标。中共算计着要在未来几十年内打造出一支能够与美国海军相抗衡的力量。尽管中共海军舰艇数量位居世界第一，但其吨位却不及美国，而且其海上力量的投射能力也低于拥有11艘航空母舰的美国海军。但中共近来像下饺子一样造出各类战舰、潜舰。福建号是中共最新一艘航母，中共海军的崛起对世界来说无疑是一大威胁。这里是大师局，感谢您的陪伴与思考，请订阅、分享并打开小铃铛，一起在动荡中坚守真相，在黑暗中点燃希望。